477做这节目公开证明罢团违法他们是到2025年的2月1号才满1年，他们去年不就在罢免人家？请问你这个不是政治斗争，什么是政治斗争？厉害，真厉害！477，我是看不起你。罢蓝阵营主要由公民团体发，大罢免大成功是谁发起的？不是我是谁呢？所以726真的是台湾的生死存亡之战。你看477这种人，这个叫做中立叙事吗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没关系啦，志奇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这个人呢，向来呢最喜欢搞调查。他今天就是出了一个影片，然后再接着表态要罢免王宏威。大罢免争议懒人包究竟是保卫民主还是政治恶斗？台湾立法院当中，国民党跟民众党加起来掌握了过半的席，他们凭借着多数的优势，联手推动通过多个法案，但有不少的法案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。像是去年5月，国民党、民众党籍的立委提出了国会职权修法里面的条文，相关的审议程序引起了许多人质疑，这是不是在帮他们自己扩权？光讲第一段，国会职权行使法，他没有明确的说这是个扩权，但是他顺着扩权讲下去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77非常会的洗地方式，就说我没有直接说你是什么，我说的是民众认为。请问哪个民众是民众啊？哪些民众是民众？哪些民众叫不少民众？然后呢，光他选的民众叫青鸟行动。那请问青鸟代表全部的民众吗？青鸟是不少的民众吗？青鸟行动是怎么样的一个来的？谁在背后支撑的？一开始还不叫青鸟了，一开始叫什么？叫太阳花 2.0， 有没有？当时针对韩国瑜，针对黄国昌，然后呢，他们还在立法院丢太阳花，当时还不叫青鸟行动，是后来突然定名青鸟行动，因为说什么？因为青岛东路说不要那个岛，所以改成青鸟。但我后来发现是清德的鸟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些人开始讨论罢免国民党立委的可能性。蓝白阵营用在去年的12月陆续通过了限速法、选罢法、财划法等等的多个修正案，再次引起许多人反弹。又是谁反弹？讲白了啦，联手通过许多法案，这不很正常吗？谁赢国会谁通过啊？那不然干嘛选举啊？那如果国会不能赢的话，那以后就全部照执政党来就好了。如果你是一个中立的论述，好不好？就相对来说，你是要把这个立场做平衡的，你就不能再而且了。你讲到这里，你就要反之另外一方蓝白的主张，或者是反对这样看法的民众怎么看？你要马上把它平衡回来，甚至有黑箱操作的嫌疑，这进一步的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，又进一步引起许多人。再来呢，他去访问了一大堆的人，什么法律白话文运动，法白呢最近有个重大翻车啊。他呢把宪法第70条乱写一通，宪法第70条，立法院对于行政院所提出之法律案、预算案或条约案，不得增加支出之提议或修正案，自动修宪为了要打普发1万元，他们不惜把他们多年以来所积攒的法律专业给摧毁了。一个这种粉专，然后呢，你看477还把他奉为圭臬啊！金明联召集人赖中强，为什么你访问的都是青鸟团体呢？金明联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青鸟的头啊，金明联就是黑熊监管的单位之一啦。大哥，强者女朋友不对，改名，强者我朋友改名叫什么？强者绿朋友吧，或强者我绿友吧。然后再来呢，删预算之乱，懒人包一次看，删了什么是合理监督吗？光是封面的陈玉珍跟黄国昌对上卓荣泰，你觉得这个懒人包自己用自己的影片证明自己很中立这样子吗？高手。好的，那话说回来，在去年的这些修法相继爆出争议之后，不是啊，那你要不要反面论述一下？台湾各地呢已经有公民团体决定罢免蓝营立法委员，去年决定罢免，他们当选1年了吗？477还真的很敢洗所以这777是公然的证明罢免团体偷跑违法吗？在今年的1月10呢，民进党团总，你看到现在才讲1月柯建铭也公开声称要罢免立法院院长韩国瑜、副院长江启臣等41席的国民党区域立委。他这里用了一个分开叙事，说罢免团体去年就启动了，柯建铭是今年才讲的。来，这次大罢免大成功是谁发起的？是我是谁呢？你为什么要选择性的忽略这个陈词？柯建铭自己讲的。你讲到这里，你就要说柯建铭在后来坦诚大罢免就是他发动的，那这件事情就过了。没有。那针对这波罢免浪潮，国民党党团也不甘示弱，立即宣布好，你看咯，到现在没有讲一句相对中立的话，他也不演了啦。要发动反制罢免，声称将分阶段的罢免，包含了吴思瑶、吴佩益、朱巧慧等等在内的38位民进党区。
于立委。完全造谣罢免。国民党根本没有发动38位的民进党区域立委的罢免哦，就维基百科有写，你自欺欺欺，自诩为报道式的媒体，你不是说相声的，你知道吗？越来越多的公民团体、民众开始加入后续声援的联署队伍当中。好，再来，这里有一个错，罢绿不是反制罢免，罢绿是针对不适任的民进党立委的一种公民行动，它直接定义罢免民进党就是为了反制民间团体所发动的大罢免。今天他所有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定义啊。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，立委呢要被罢免，需要经过3个阶段。根据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，罢免必须满1年啊。首先需要有约来哦，第75条啊，各位啊，你的罢免法第9节罢免第1款罢免之提出，你的罢免章节是从第76条开始吗？发起，像是早在罢免韩国瑜当中就很活跃的民主捕破网、卧草经济民主联合的民主捕破网、卧草经济民主联合，哪一个不是绿道出资？我请教一下。更特别的是，这次大罢免初期呢，就有很多的素人投入，他们有些是上班族、退休老师、家庭主妇，也有大学生放学后呢就去帮忙看台。中共不打没有内应的战争呢，我们只要罢免掉。把这些亲共的立委罢免掉，我认定清除共产党的内应，共产党这场战争就打不起来。这关如果过了，台湾未来的科技在世界上绝对是顶尖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他要特别去提第2阶段有59案吗？因为他要说哦，因为怎样，这一场罢免是你罢我，我罢你，是国民党不行，所以他没有发动成功。在整个罢免联署推进的过程当中，最引发社会关注的就是接连爆出的造假联署事件。中央选举委员会在查对联署书时，发现有多起罢免案有死亡联署的现象。罢免蓝营的案件当中有12件涉嫌造假，而罢免绿营的案件当中则有高达1784件涉嫌造假。12件涉嫌造假，罢免绿营团体有1784件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中选会曾经宣布过，花莲有4000件联署书，它是用错误格式。当时中选会是公开的讲说，这个是伪造联署，黑熊自己都出来说是哦。选择性的办案，他为什么要故意把12件跟1784件给办出来？他是要告诉你什么？他要说罢蓝的都很干净，只是有1-2件纰漏，罢绿的从头假到尾。3月18号自行生成2阶的联署书有伪造文书的问题哦。中央社3月17号报道，未领罢免2阶段格式可先自制吗？中央社说不受理，而且犯法哦，4000份。所以罢免蓝营的至少是4012件，告发了哦。花检说他没收到告发，所以不抓。罢免林佩祥116件提议书涉嫌伪造，奇怪，自欺欺欺，116件涉嫌伪造，怎么到你这件涉嫌剩下18件？怎么到你这边剩下12件，全部都在鬼扯嘛？他妈的，他们只要是他们自己的，他都不会办啊。讲白了就是这样。这个超扯、超恶心，社会的高度关注。许多欧美媒体呢都持续追踪了台湾这次的大罢免热潮，并形容之前罢免潮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。你所谓的外媒根本徐家清的外籍配偶，还好意思叫外媒？之前公众花个好几十亿纳税钱，然后没啥点击率，不就是给特定媒体引用外媒报道的？配恶心，配恶心，配恶心！哇，这真的生气呀！7月17号热腾腾的文章，刚刚写出来，自欺欺欺就搭上线了。刚刚写出来，自欺欺欺就搭上线了。这位是谁？徐家清的老公，又是出口转内销啊！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我真的觉得民进党他妈的洗地真的洗的好恶心呐，真的好恶心呐！你的外媒是民进党的侧翼在写的啊。唐博伟在台湾民主基金会国际合作研究员，他都在这里面啊。台湾民主基金会现在谁？之前民进党在操作的啊，哇，人人有关注啊，个个有把握啊，真好，台湾真棒啊，完全产业一条龙所谓的都是自己人呐，全部都是自己人呐，被各种呛爆说实话很难吗？去查证很难，你根本就既得利益者，再也不让儿子看你胡说八道，以免是非不分，黑白是潮流。死亡联署出现原因，自欺欺能力怎么可能查不出来是抄以前名册了啊？但是为何以前都是将不合格剔除，所以根本不会影响结果？这次罢免案之前由来已久的联署方式，今天终于懂了为什么不提呢？唉。